朋友们，我是林平之，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诚的看法。如果你现在仍坚持认为现金最为稳妥，未来可能会感到遗憾。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直接，但请耐心听我说完。随着2026年临近，全球央行可能相继调整利率政策，而固守现金为王的想法，反而可能导致财富的实际价值受到影响。你或许认为定期存款利率不错，可以稳定获取利息，但这就像在台风天气坚持出海，表面平静，实则暗藏风险。这让我想到一位99岁的长者林先生的智慧。他经历过多次经济周期，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一种思维方式。真正有远见的人，并不预测风雨何时到来，而是每天踏实建造自己的方舟。许多人在投资中追逐热点，忙碌却常常在高点买入，低点卖出。今天，我们不妨用林先生倡导的逆向思维来思考。如果一场长期的金融调整即将到来，你的财富方舟里应当准备好什么，才能不仅安然度过，还能借此机会孕育新的成长？在林先生看来，人们总是询问如何提前察觉危机并发现机遇。他的答案很简单，依靠的不是预测，而是准备。就像工匠专心建造方舟，关心的不是明天的天气，而是假如长期的雨季将至，我的船舱里应当储备哪些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如果你希望在未来财富格局变化中掌握主动，建议你关注理性规划的思路。今天我们聊聊那个可能不远的金融环境变化。大约在2026年前后，全球央行可能会协调地开始调整利率。很多人听到利率调整就感到乐观，认为市场将迎来活跃期。但林先生从长期观察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当全球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时，你最不应该紧紧握住的可能就是现金。现金，这个大家心目中的安全选择，到那时可能会像慢慢融化的冰，看起来还在，实际价值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化。这不是通过复杂模型计算得出的，而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规律。2026年可能出现的全球利率调整，就好比这个雨季，为了缓解经济中的压力，各国央行可能不得不调整政策。这时候，真正有准备的人在做什么？他们早已不去争抢储水了，因为水很快就会充裕，价值也会变化。他们正用手头仍然有价值的旧水，也就是现金 quietly 去换取那些因干旱、高利率环境而价格处于相对低位的资产。等雨季真的来临，这些资产就会像吸足水分的种子开始生长，比如核心区位的土地，比如具有稳定经营模式的业务。很快，雨季真的来了，持续不断。地窖里储存的水，你的现金开始发生变化，它还是那么多，一分没少，但它能交换到的东西却一天天减少。而那些在雷声隐约响起时就果断用旧水换取了优质资源的人，等到天晴时已经成为了拥有沃土的新主人。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资产的价值会随着环境剧烈变动。在高利率的旱季，现金显得重要，但在低利率的雨季里，真正有价值的会变成那些能够将充裕的水流动性转化为实际产出的资产。我们将目光从村庄放大到全球。为什么说2026年左右可能出现协调的利率调整？这不是预测，而是基于现实的观察。看看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已经相当高，政府、企业、居民在加息周期中债务利息负担越来越重，像套在脖子上的束缚越勒越紧。高利率短期内可能抑制通胀，但时间长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最终可能导致增长放缓，这是任何央行都难以承受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胀真的消失了吗？供应链调整、人工成本上升、绿色转型需要投入，这些推高物价的根本因素并未完全消退，央行可能很快会面临两难。为了避免债务问题恶化，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哪怕通胀没有完全回到目标水平，也可能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只要主要央行开始行动，其他经济体为了自身汇率和出口考虑，很可能也会跟进。这不是预先安排的计划，更像一间逐渐变热的房间里，总有第一个人去开窗，然后其他人也会去开窗，哪怕外面的空气也不一定清新。历史常有相似之处，当政策调整的窗口打开，全球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时，会发生什么？其实早有线索。首先，无风险利率，也就是你存入银行、购买货币基金能获得的利息，可能会明显下降。到那时，你那点利息可能连物价的轻微上涨都难以覆盖。现金作为能生息的这个优点就会减弱，只剩下安全和灵活两个特点。但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可能因为资金充裕而价格变化的时代，仅仅为了安全灵活而持有现金，你付出的机会成本就太大了。这就像雨季里，你抱着一桶清水站在田边，却错过了用这桶水去换一小块未来能长出庄稼的土地。更关键，也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金的购买力可能会面临一种更隐蔽、更持久的影响。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次静悄悄的财富流动，
资金从手握现金和存款的人手里流向握有优质资产的人手中。你的存款数字没变，但它能换到的优质公司股权、好地段的房产、稀缺的资源却在悄悄变化。这种财富转移不一定体现在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而是体现在你看中的那些资产的价格变化上。最终，拥有资产的人和只有现金的人，财富差距可能会拉大。这对辛勤存钱却不懂调整策略的人来说，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那么，当现金的重要性发生变化时，我们应该像故事里那些有准备的人一样，用旧水去换哪些未来的土地呢？记住，我们寻找的不是随波逐流的浮木，而是那些能把变化当养分、根基扎实、枝干强壮的大树。根据一些基本的原则，有这么几类资产值得你关注。第一类，拥有定价能力的必需消费品公司。这类公司提供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且消费者已形成习惯依赖的产品，如基础食品、日常用品。它们能够温和调整价格而不显著影响需求，具备较强的定价能力。在通胀温和的利率调整周期中，这类公司负债较低，利息支出减少，利润空间可能增厚，能一定程度上应对货币价值变化。投资时应关注品牌是否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短期财报波动。核心是需求的确定性和定价的主动权，而非追逐短暂的增长故事。第二类，占据稀缺位置的硬资产与稳定经营权。这类资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难以复制性，如核心地段的交通设施、关键基础设施及稀缺资源如重要金属。货币价值变化时，以货币衡量的稀缺资产价格自然可能波动。投资时需区分真实需求支撑的资产与杠杆推动的泡沫，避免过度杠杆的投机。例如，核心城市地段的房产具有长期价值，但远郊炒作概念的区域风险较高。这类资产提供的是基于稀缺性的持久价值。第三类，能利用资金成本变化加速发展的资本密集型领先企业。在利率调整周期中，资金成本下降，有利于需要大规模再投资且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领先企业。这类公司能以较低成本融资扩大技术或规模优势，形成双向增强效应。低成本投资筑高壁垒，强化定价权，产生更多现金流支持下一轮投资。但必须区分为生存的维持性资本支出和未扩张的增长性资本支出，只投资于能够建立长期护城河的行业领先者。看出这差别需要深入的商业眼光。这就是为什么林先生总说，只关注行业里领先的企业。在这种需要大量投入的领域，排名靠后的企业很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利润去支撑同样规模的投资。等环境变化时，你会发现只有龙头企业准备充分，其他很多企业可能面临挑战。聊完主动选择的资产，我们必须回到人性深处的考量，说说第四类资产。这可能最有不同看法，但也最符合人性本能，那就是黄金。林先生一生对黄金的看法都很复杂，它不产生利息，储存还需要成本。从工业用途看，它不如其他金属实用。从纯粹理性投资的角度，它并非理想的选择。然而，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和人性一个持久的特点。当人们对主权国家信用货币体系产生深度疑虑时，不管是因为通胀、动荡，还是对债务或全球不确定性的担忧，黄金始终是人类长期以来的选择之一。它不是日常交易用的货币，它是一个备选，一份保障，是在所有纸币都可能面临挑战时，仍然被广泛认可能交换物品的资产。当全球央行协调调整利率，尤其是如果市场觉得这种调整是出于对经济压力、债务负担的无奈选择，而不是经济健康调整后的主动作为，那么藏在人们心底的对未来货币价值变化的隐忧就会慢慢浮现。这时候，黄金那种不属于任何国家、去中心化、有着长期全球共识的属性就会被重新审视。它就像金融体系里的一个稳定器，配置一点黄金，不是为了让它赚取高额回报，帮你致富，而是给你整个资产组合添加一份应对货币体系不确定性的保障。黄金的价值不在于它能生产什么，而在于当其他所有资产都被质疑时，它还能被广泛接受。当现金的重要性发生变化时，黄金这类资产的特点可能会被更加关注，所以千万别把黄金像股票那样频繁交易。它是你保护本金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为了避免遭遇重大风险。当所有人都热烈追逐波动时，在你的资产里配置少量黄金，能让你心态更平稳一些。至于加密货币，很多年轻人觉得它是数字黄金，但它们历史较短，价格波动较大。如果你没有足够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最好还是将它们看作一种高风险的选择，而不是保障。好了，关于宏观环境变化时该关注什么资产，我们聊了必需消费品、稀缺硬资产、进取型领先企业。
还有黄金保障。看起来该说的都说了，但请允许我以一个分享者的身份，再强调几句比选择资产更重要的话。因为选对了资产还不够，很多聪明人最后还是遇到了困难。为什么？心态波动了。接下来这部分也是教你怎么避免那些风险的生存法则。第一点，拒绝预测，专注当下，永远别想精确抄底逃顶。趋势推演只是参考，不是预言。市场时机无法被完美预测，因等待最佳时点而观望或孤注一掷，都可能造成失误。最高明的人往往因为追求极致点位而出现问题，因此策略不是赌博，而是如农夫般播种，看懂方向，分批布局，利用平均成本法，让时间成为朋友。平时要管理好支出，控制花费，把能存下的资金分成多份，定期投入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资产。这方法看似平淡，却真正有效。第二点，保持理性，避免盲目比较。经济压力未必带来痛苦，但看不得别人好的攀比心会。尤其在可能出现的市场活跃期中，你会看到各种财富故事，而自己持有的稳健资产却涨幅平缓。这时，心态将面临巨大考验。那种错过机会的焦虑容易影响判断，请牢记原则，首先避免损失，不要因羡慕就去追逐不了解的热门标的。那些仅靠流动性推高的资产，上涨时可能最快，调整时也可能最快，而有真实护城河的优质公司才是能依靠的基石。流动性如风，好生意是山，你的任务就是找到山，站稳其中，无视短期的风雨喧嚣。第三点，调整单一职业路径的想法，培养多元化思维。许多朋友非常努力，非常拼搏，但思维还停留在如何在企业里晋升，如何在职场中向上发展。这本质上还是线性思维，是用时间换钱的模式。在通胀和货币价值变化的背景下，仅靠薪资已经很难应对越来越快的环境变化了。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下个月的工资，而是来自那些在你休息时还能帮你创造价值的资产。在接下来的这几年时间窗口里，尽快积累你的第一笔资金，特别关键，赚取第一个10万美元，大概300万是最难的，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你可能得像专注目标一样控制花费，看起来甚至有些节俭，但请要坚持住，因为一旦你跨过这道坎，复利的效果就会开始显现，资金开始产生收益，资产自己会增值。你会发现积累下一个300万会比第一个容易得多。在积累资产的起步阶段，一定要避免不必要的消费债务。记住，债务需要谨慎管理，每一分钱利息都会让你晚一点到达财富积累的目标，所以别把借钱当成提前享受生活的途径。你最终想要的财务安全，买的是那些能持续产生现金流的资产，避免不必要的消费债务，保持清醒。作为一个观察过多次经济周期变化的人，我深深感到，金融世界表面千变万化，但底层的逻辑永远不变。人性对安全、对成长、对奇缺的渴望，以及资金对回报的追求。调整真来的时候，能保你平稳的，往往是理性和常识。在全球央行政策可能要调整，市场环境要变得关口，如果你还紧紧抱着那个旧的选择，拒绝适应变化，你就可能把一个过渡工具当成了最终的目的地。所以，当你听到全球可能转向利率调整时，别问明天该买哪只股票，这种短期问题，它给不了你真正的答案。你要问的是，在未来资金成本可能变化的环境里，哪些业务和资产的结构性优势会被凸显？哪些资产能成为你财富方舟的稳定器和动力源？真正的规划不是投机，不是赌市场，而是基于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构建一个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坚韧的资产组合。在这个组合里，现金当然有它的重要位置，它是你应对突发情况、抓住珍贵机会的储备，但它不该是终点。真正值得长期持有的是那些能穿越周期，持续为你创造价值的资产。财富积累是场马拉松，真正的挑战不是一时的巧妙选择，而是持久的理性、极致的耐心，还有对人性弱点的自我控制。你要培养的是在未来货币环境中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只是当个旁观者，更要当一个主动的规划者，用你现在手中的旧水去换取那些属于未来的土地。时间最终会回报那些在正确道路上保持耐心的人。希望你在未来的路上不仅能看清本质，更能在市场的纷扰里坚持建造你的方舟，而不光去追逐眼前的波动。能站在那条结实的船上，并且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为什么这条船能够平稳前行。今天咱们聊了很多，探讨了未来可能的经济趋势，也分析了为什么固守现有的资产布局可能会让你的积累受到影响。最后，我想请你记住几句话。第一，现金只是帮你过渡的工具，它是手段，不是你要到达的终点。第二，债务需要谨慎，尤其在积累财富的起步阶段，千万别让过度杠杆影响你长期的安稳。
第三，待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只选择那些你能理解、看似平淡却有效的资产，保持财务上的冷静和自律，平和地看待市场的起伏。人生就像一场长跑，真正的比赛不是看谁跑得快，是看谁能跑得久，谁能保持健康、耐心和头脑清醒。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像林先生那样的智慧，少做冲动决定，耐心等待，并在机会来临时，为你的家庭留下真正有价值的资产。如果你听了有什么感想，或者打算怎么调整自己的财务计划，欢迎分享你的思考，你的经验对很多人都是宝贵的启发。如果你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对你有帮助，记得给我们点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理性规划的路上走得稳当，过得安心。